小米手表，之前小米呢，它自己的可穿戴设备基本上都是这个手环，然后手表这边呢由华米来做。小米手环这边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全球出货量或者使用量或者说激活量最多的这个手环。其实当时我就非常纳闷啊，就是为什么小米不出一个手表的产品？它其实出一个手表是非常有必要的。想着想着，小米的手表就来了。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小米出的第一只手表怎么样。OK， 这是小米全新的一个品类啊。这个盒子呢，我也是很好奇，多说几句。它前面呢是印了一个就是凸起的这种手表的纹理，然后后边呢是它乱七八糟的一些全部的功能吧，有什么 eSIM 卡呀，什么游泳防水啦，实时什么监控啊，听着好像是非常非常全啊。好，手表咱们先放到旁边。长条形的这个设计，然后里边呢是这个充电头和数据线。这个充电头方面呢，我看一下，它是5伏1安啊，当然它电池也是非常非常小啊，只有这个500多毫安时的一个小电池。一个方形的充电底座，哎，放上去也是有这种磁吸这个设置的啊，这样就可以放在桌子上充电了。这个手表的设计外观 ID 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设计。这次呢，它这个手表呢，主要就是在功能方面啊，基本上所有的功能全部都给你加进去了。这个屏幕方面呢，我们打开一个界面，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屏幕和这个屏占比。我觉得还算是 OK 的吧。上下呢都是这个等宽的一个黑边一个边框。它屏幕方面呢是一个 AMOLED 的小屏幕，是1.78寸，分辨率是368×448，然后它的这个尺寸呢就是44毫米的一个尺寸，然后它厚度方面呢，算上它后边这个充电模块的话还是比较厚的，12.3毫米的一个厚度。戴上手腕的话呢，我是男生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个44毫米，如果要是胳膊非常非常细的这个女孩子来说呢，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大，但是这个屏幕大了，你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处理器方面呢，这次是首发骁龙的310的一个4G 版，而骁龙的这个310是最新发布的。这个它支持这个独立的 WiFi、独立的蓝牙连接。刚才开盒的时候咱也说了，它是独立的这个 eSIM 卡，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只手表是完全可以独立使用的，也就是你开通了这个 eSIM 卡就行了。它配合的这个 app 呢，就是这个小米穿戴，然后 eSIM 卡这边呢，现在电信这边好像是还没有啊，然后移动这边呢是1号双终端，然后就是你一个手机号，你可以这个手表上面也同时进行，就是你不带手机，手表也完全可以，然后你手机这边也是，它完全共用一个号码。联通这边呢是在这个业务方面做的比较全的，大家都知道，之前这个 Apple Watch 它也是这个最先是联通这边的，它支持这个独立号的业务，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虚拟的卡，然后呢，你这手机上不支持卡，它是一个虚拟 eSIM 卡，你的这个手表上呢跟你的手机呢是不同号的，这也是可以的就是你可以直接用这个手表呢来打电话。这个现在呢我们这个是没有绑定，然后但是呢你切到这个通话界面的话呢，你可以跟你的手机呢进行同步，就可以同步打电话了。如果你开通这个 eSIM 卡的话，手表的这个功能方面和这个操作逻辑方面呢，其实也是非常成熟的这一套啊，里边全是这种小方形的 app， 然后你转动旁边的这个旋钮的话呢，它是有这个震动反馈的来进行。马达方面呢，它说是一个线性马达，但是它的体积肯定是做的非常非常小的，所以说你还是能够听到一点点这种余音或者说这种抖动的声音吧。然后下边呢也是一个自定义的一个小按钮，然后你可以马上切换到这种运动模式。表盘方面呢，同样你是长摁，然后就可以来左右的切换表盘了。哎，咱们现在换一个表盘 ，OK。它可以这个监控心率啊，乱七八糟的这些功能啊，就是智能手表该有的功能吧，它全部都有。其实安卓的智能手表呢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业链，但是由于市场竞争的原因嘛，现在做的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其实安卓这边非常成熟的现在只有2家，就是华为和三星，这个用的比较多的。当然还有这个华米这边啊，但是它不做这个手机，单做这个手表，还有就是什么出门问问之类的都有这个相关的手表。之前 Moto 在这边也是做的很好，但是是吧 ，Moto 现在牌子
都快凉了。简单说一下它的 ID 啊，这个我们拿的这个就是普通的版本，然后上面是玻璃，然后旁边是这个铝合金的。它还有一个更高配的版本，也就是蓝宝石的玻璃加上这个不锈钢。还有就是它这个表带呢，就是一个标配的一个胶带。另外在功能方面呢，有几个小亮点，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它有一个全功能的小爱同学，小爱同学。它旁边是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扬声器，在它的这个左侧边，它是可以直接发声的。给我上一个下午3点的闹钟。好的，也帮你定好下午3点的闹钟。这个音质方面呢，由于非常小啊，大家不要这个太苛求了，但是能保证把这个信息呢非常清晰的传达给你，而且这个识别速度和准确率啊，还有就是反应速度方面呢，都还是 OK 的。手表的这个 app 这一端呢，也是你都可以设置，比如说你可以在手表这边直接调节你上面的这个表盘。另外它配套还有一个就是Wear OS。这个反正我们现在拿到呢，它是有2个 app， 我估计后面可能会整合到1个 app 里边啊。现在呢，这个手表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呢，就是比较完善的，就是功能上呢，基本上该给你的都给你了。内存方面呢，它是1+8G 的这么一个储存，然后是57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经典模式呢，它官方宣称的是34小时这个最长的续航，而且啊，特别注意一下，它有这个全功能 NFC， 也就是你可以来把它做成这个公交卡。我是实际体验了一下啊，它这块表的这个实际的续航时间，就是比较偏重度使用的话吧，它一天呢最后能剩下个20%左右的电量。在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2个应用上，首先微信这边呢，它有一个快捷的付款按钮，就是你可以用这个微信支付。消息的提醒上啊，还有就是回复上呢，其实也都是非常成熟的。比如说语音，你可以进行这个文字的一些回复。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比如说你不方便掏手机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些快速的回复，而且还有这个表情包这边。支付宝这边的功能来说相对单一了一点，功能上呢主要是收付款这边为主。另外还有一个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 IoT 这边了，它专门呢是有一个米家的这个一个 APP， 然后你可以进行快速的这个对家里智能家居的一些设置。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有这个开关，还有这个热水器，这边是连接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手表上呢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操作。这一点上呢，对于这个小米这个生态来说呢，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吧，我觉得。因为小米目前呢在这种智能家居这块呢，应该是目前生态最全的。那么它有一个移动控制的这个手表是比较方便，比如说这个我在家里的，我手机可能就随便扔了，但是我手表大部分时间呢会戴在这个手腕上，那我可以随时的用手表进行操作，我不用再去找手机就可以了。整个体验完这个手表呢，其实你并不觉得它是一个第一次做的这个手表，第一次做呢就做的比较成熟的。当然肯定很多人会说啊，这个 ID 方面是吧，这个像谁我就不说了。价格方面呢，就目前来说，我听到价格是1299元起售，好像是它的这个蓝宝石这个版本呢可能要更贵一些。整个的这个成熟度再配合上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吧，在这个安卓这个手表里面。OK， 简单总结一下，首先它整个的这个生态上呢是比较成熟的，基于这个米 UI 的这一套。然后另外呢，你想要的这几个痛点功能基本上全都有，比如说这个防水啦，或者说这个续航时间啦，也还 OK。比较重度的使用一整天呢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什么微信啊，或者说支付宝这些收付款呢也都 OK。另外呢，就是它可以完全的独立使用、独立联网。你开通这个 eSIM 卡之后，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产品。再结合它的价格的话，小米手表你觉得给打几分呢？OK， 更多内容呢，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这个大家赶紧扫码关注。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们在那儿和大家聊天。我们的小白优品商城和数据库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进入啊。我们正式上线了小白优品的独立 APP 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小米商店或者说 Apple Store 什么的下载。然后如果没有的话，要去这个应用宝下载，但是大部分好像都有了啊。这个双11的时候，我们会有比较大力度的促销满减的活动，最高好像是减好100块钱吧。然后大家记得去看一下，我们是从9号开始，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